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腹上面赘肉多，肚子里面是厚厚的一层脂肪包裹着咱们的内脏。面对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都非常困扰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减肥、去瘦身，但是要么呢就因为动作难度过高，自己没有坚持下来；要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带来的效果和付出不成正比，最后没办法就放弃了。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深层的刺激到我们内部的一个核心肌群，从而加快我们整个腹部的一个循环代谢帮助我们更好的减少我们腹部的一个赘肉。同时呢，这个动作还有一个收腰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做完了以后，你的腹部就会往里面缩，而且很多人做完拿皮尺一量，明显的少了1到2厘米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有用，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自己的腰围有明显变化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天点开视频跟着我去做上一个2到5分钟，你的小腹就会一天比一天瘦。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究竟怎么去做。咱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先找一下腹部燃烧的感觉。这个腹部燃烧的感觉怎么去找呢？双腿我们把它并拢，并拢了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脚后跟来回的抬起来，就像这样来回的抬起来以后呢，你会发现我的骨盆会随着我的脚后跟的抬起，会干嘛？左右的去转，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要人为的去加强控制我们骨盆的一个转动，就这样你看我脚尖抬起来以后，你看去找一下什么感觉呢？这骨盆充分的在转，而骨盆为什么能被你控制着去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在发力。你现在要找着一种什么呢？肚子向内收，同时用力的控制我们腹部来回的转动肚子向内收。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感觉，其实你想找到是非常难的但是通过我们反复的练习手摸着我们的腹部，给它一定的感觉，给它一定的指引，然后呢，我们的骨盆来回转动控制住来回的转。好，当你感觉腹部向内收，内部有一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那么恭喜你我们腹部的燃烧感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动作做一个加强，然后呢继续去保持这样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瘦腹的效果。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加强，依然是保持我们之前双脚并拢，同时呢，我们要开始把什么手往上伸手往上伸，举过我们的头顶，然后把手合十，在我们的头顶合十，头部微微的向上看，然后把我们的腹部向内收紧。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动作大家看正面给大家看一下转动，上身也会随着摆动。然后我们来配合呼吸，我们大约快速吐10口气，然后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再来就这样。这个感觉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做完以后不到1分钟，你会发现你的额头、后背都会出汗。同时感受最强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部。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动作快速的加强了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肚子里面是热乎乎的，而且即便你不发力，就是自然站直，做完动作以后，你的腹部向里面戳一戳都是非常的紧致的。这就是这个动作给你带来的帮助。好的，接下来我们再重新的讲一下这个动作，给大家再念一下大家最好跟着我一起去做。你看，双手举过头顶，肚子向内收紧这个要素一定要记得。然后开始把脚后跟抬起来，来吐气，控制你的骨盆来回的转动。刚开始你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但是随着这个动作做下去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控制力会逐渐的加强。好，吸一口气，吐10下，就这样我们正常是1分钟左右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中间休息1分钟。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的肚子就一天比一天瘦。好了，今天的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自己的肚子大、内脏脂肪多，今天教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仅不需要你每天下楼去跑步，更不需要你去健身房，只要自己在家有一个像我一样坐的椅子，
就能够彻底的锻炼到我们的腰腹，而且效果非常的好。每天坚持去做上一个3到5分钟，就会让我们的肚子的脂肪燃烧的更加彻底，肚子一天比一天小，很好的强健我们的一个腰腹，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素质，包括我们的心肺功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咱们坐在椅子上，然后身体微微的后倾把腿你看摆动起来，摆动起来，身体上身也可以一起摆动你看也可以一起摆动。然后呢，我们需要是什么呢？在摆动的时候，先拿手指放在我们的腹部摆动的时候，你要明显的能感觉到我们指尖按下去，按在我们肚子上，里面肌肉是硬的它处于一个发力的状态。如果说我们摆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软的，或者一直是硬的，它没有一种这种波动的感觉，那么这个动作你可能活动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如果当你感觉到你的肌肉是正在一硬一软，或者手下有肌肉的这种波动，证明你的肌肉正在发力，你的动作就是对的。好了，满足了动作对这个条件以后，我们开始真正的做这个动作。手直接往前伸，和身体进行一个旋转把动作幅度摆大你看，脚来回左右的进行一个摆动，配合呼吸，看我的频率。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这样去做。你会发现你去坚持去做上一个这个40个到50个左右吧。一般来说，我们按照1分钟或者是半分钟这样去计算。做完以后你的腰腹包括我们的腿都会得到一个持续的锻炼。而且这个动作因为它是一个接近于全身的运动。它还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的一个心肺功能。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特别的累，坚持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给自身的改变是非常的大。每天呢，咱们就坚持一个3组到5组，就可以彻底的刺激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脂肪，让其代谢燃烧，并且呢，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气血循环。它的效果绝对不亚于任何的跑步，包括我们的一个散步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能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这条视频只要你花上3分钟的时间看完，就能够让你收获一套非常厉害的减肥秘籍。咱们说胖人是越胖越难减，为什么这么说呢？体重大了以后很多的运动你是做不了的如果你强行去做，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膝盖首先受不了。第二个如果体重过大，那身体里面的湿气会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一种单纯的肥胖变成了湿胖，这种肥胖是非常顽固、非常难减的。那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的身边有一位47岁的大哥，身高1.72米，体重200多斤，看起来是非常的胖。他最疯狂的时候是在减肥上面，一年就花掉了3万多，而且这3万多花下去以后呢，体重稍微往下降了，但是卡到一个点，就是在190斤的时候是怎么样也降不下来，然后慢慢的失去了信心，体重又恢复到200多斤，甚至比原来还要再重上一些。那现在呢，很多运动他也知道做不了，这个身体的健康也在下滑，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他都有，那怎么办呢？无意之间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我的这个经络减肥法。我们都知道经络减肥法首先是疏通经络，第二个呢是帮助我们身体排出湿气，第三个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一定的运动功效。那么这个大哥就跟着练了，最后给我的反馈就是平均下来每天都能接近瘦1斤，现在非常有信心。好了，今天呢咱们也不藏着掖着，就把这套经络减肥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在减肥路上一帆风顺。那么在做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疏通经络，还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非常的耐用实用，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拍打我们的3阴交和我们的大椎2个点同时拍打，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变成易瘦体质。那么这个3阴交是在我们的内足踝上方大概3寸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的大椎在我们的后面然后呢这个动作我做一下给大家看首先你看1、2、3做的时候我这个慢动作演示，身体你看躯干有一个微微的旋转来1、2、3、4，
你不要感觉这个动作啊做起来简单，其实呢，你如果跟我练一会儿啊，我们就按1分钟为1组，每天你在家你就做一个3组左右，做一会儿你这个心率啊，包括你的这个出汗就慢慢出来了。平常很多人啊反馈啊，自己夏天啊都不容易出汗，这个动作只要一做啊，这个汗啊就开始哗哗的往外流啊，这个呢其实就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排湿。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腋下要充分的打开，很多人做一个错误的，很多人做的时候就是这样敲。第一个呢，腿抬得不够高；第二个呢，这个手呢也没有完全打开。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你看腿尽量抬高，手打开，把我们的腋下极拳这个位置完全的暴露出来就这样去做，很有节奏的做。如果呢你感觉慢，你就做快一点带一点轻微的弹跳这样去做，非常的舒服经常做一做，这个整个气血都能给你打通。第二个动作叫做居家超慢跑，这个动作非常的经典。不仅可以通过运动打开我们的代谢之口，让我们的代谢能力大幅度的提升，帮助更快的代谢掉身上的脂肪。同时在我们跑的时候它能疏通我们整个后背的膀胱经，打开我们身体当中排毒的一个通道疏通我们的膀胱经。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就不拿拍子演示我们做一个什么呢？俯身，小腹微收然后手摆动。你看做的时候一直是脚尖点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脚后跟抬起来然后来就这样去做，先这样去做。好，如果我们把拍子带入了以后是怎么做呢？看好俯身有规律的进行一个敲打。它这个敲打是哪里呢？看，敲打的是我们的一个腘窝它整个过程当中你的手是根本不需要发力的，而是通过什么呢？这个腿部你看往后一个迎击，手自然往前一个迎击，正好就敲上去了再来，你看就敲上去了所以做起来是这样从后面演示一下。好，不同的角度我们从正前方看一下非常的舒服侧边非常的舒服如果我们很多人感觉这个运动感觉运动量不够，其实你错了你就做上1分钟，你就会发现小腹发酸，小腹里面像火烧一样的感觉，而且心肺功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慢慢的就提升过来了，身上开始出汗。第3个动作是疏通我们的带脉和我们的大腿。咱们都知道带脉有很好的瘦腹减脂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再通过你看这样去摇动疏通我们的带脉。我们左右就这样去摇摇是什么呢？摇胯也叫做摇中脉就这样去摇。然后同时呢，我们配合一个手臂，你看这样去击打，小腹内收小腹一定要内收，去摇一个30秒左右，开始慢慢的把拍子往下移。你看移到哪里呢？就移到我们的大腿的内侧整个大腿正面全部给敲打，移到下面。好，然后慢慢的再开始30秒敲打我们的带脉带脉一定要是看慢动作，1、2、3、4敲打过来。小腹在敲打的时候，你会保持一个什么呢？就平常很多人肚子还不收肚子挺出来，但是你在敲的时候，它会逼着你肚子往内收，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加上带脉本身自带减肥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就一边敲一边摇，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拍子再往下疏通我们的下面，再慢慢的看我们的带脉的疏通，再到下面好了，以上的3个动作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经络减肥法。这3个动作你去做，不仅可以通经络，而且呢还能很好的减肥，包括对于我们的膝盖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很好的帮助我们从内在去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肥胖。身体里面比如有血脂高的、血糖高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做。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咱们的拍子选择2把是最好的千万不要选择1把。1把的话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打，而2把的话咱们才能编排起来动作，对于你的帮助才能达到一个最大化。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大家把它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到。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人一听到减肥2个字就非常的头疼。今天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减肥方法。这个方法是一位53岁的大妈告诉我的，她通过这个方法1个月让自己的体重掉下来了12斤。
他呢原来身体啊非常的肥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肥啊，也没有成功过，因为医生啊一直让他减肥。他的肥胖导致了身体里面的血脂过高、血压过高，而且啊因为长期的肥胖压迫他的膝盖，导致了他的膝盖上面也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他一直在寻找不同样的减肥方法，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经络，加强自身的一个代谢，让脂肪快速的流出体外。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让他的体重1个月瘦下来了12斤。好了，今天呢，我要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观看。如果大家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方法。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啊，不仅结实，而且非常的耐用。居家备上以后啊，强身健体，瘦身通络。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怎么去好好的用这2把经络拍疏通全身的经络。首先第一个动作啊，敲打我们的带脉。带脉在减肥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很多人知道带脉，他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带脉去打通。今天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咱们用2个拍子啊，来回反复的给带脉进行一个击打啊，就是这样啊。做起来大家可能感觉很容易，但是里面有个细节，如果我不讲的话，你们就不知道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的拍子每击打在我们的腹部啊，腹部就要往回做一个有意识的内收。大家注意看啊，拍子击打下来，腹部内收，击打下来，腹部内收。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锻炼，去激活我们腹部深层里面的一些肌肉，加快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很多人肚子肥胖，他很难去减去肚子上面的赘肉啊，就是通过这个动作，来回反复的把我们的小腹往内收啊，肚子里面啊就会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你脂肪在代谢的一种感觉啊。我们就一直这样去做，每天去敲上一个2分钟为一组啊，一天敲上一个2组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是一个打通我们全身代谢、疏通我们胆经的一个好动作。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起手式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这个拍子啊，一个要放在我们小腿的中段，一个放在大腿的中段啊。然后呢，腿部的一个姿势是一个箭步蹲的姿势，身体啊往一边靠，臀部往下压。好，来，动作放好来，1、2、3。大家注意看一下细节啊，我们腿部发力，带动我们的腰胯力量到另一侧啊，然后拍子同时挥过去啊，就这样去做。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身健体啊，包括帮助我们减去我们身上赘肉的一个好动作啊，加快我们全身的一个代谢，还能疏通我们的一个胆经。我们每天啊就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30下为一组啊，左右各算1下。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拍子这样拿啊，挥过去。我会在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演示，因为咱们的动作啊主要是以打通经络、瘦我们的全身，所以呢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好啊。就这样去做啊，非常简单。每天做上一个2组就可以了。第3个动作呢叫做小步健脾足三里啊，顾名思义，我们的拍子放在我们的足三里上啊，就这样。把拍子放在我们的足三里上，然后呢，小步来回的颠，大家注意看下这个步伐啊，小步的来回的颠，它是一个打通我们全身气血代谢的好动作。通过强化我们的一个足三里啊，增强我们的一个脾胃啊，脾胃好了，身体消化吸收，它回归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的身体啊就不容易啊发胖啊。我们这样走，来回的做啊，从侧面给大家看，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啊弹性非常好，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啊非常的省力。没有任何的过多的动作，我们这个动作按秒算，一般来说40秒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组啊就可以了，非常的舒服。在做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小腹啊，一定要向内收紧啊，向内收紧，收着小腹去做。好，今天啊给大家分享的这3个动作都是非常好的动作，只要大家能够坚持的锻炼，1个月你的身体啊也能掉下来12斤。但是啊，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做这个动作啊，一定要准备2把经络拍。为什么呢？因为1把经络拍只能作为被动的敲敲打打，但是2把经络拍就不一样了，它能编排各种各样的动作。咱们会把今天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合集当中，里面有不同的动作，就是通过经络拍去打通浑身的经络，让自己的身体啊变得更好、更强壮，身材啊变得更好。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真的是太开心了。咱们的经络减肥视频发出去以后啊，不到1个月就收到了300多个粉丝朋友们的私信反馈，而且呢，今天更是收到了一位重量级的71岁的一个东北大姐的一个私信啊。她告诉我说呢，她自己啊原来就有3高，而且呢，因为比较懒，所以呢就是想减肥，就是因为有3高嘛，她如果不减的话，对身体肯定不好，所以呢一直啊想减去身上的肥胖，但是呢，由于自己也比较懒，一些呢年轻的运动动作，她也自己也做不了，所以偶然之间就看到了咱们的经络减肥视频，她就跟着去练了不到1个多星期，她现在的腰围啊已经明显的小上了1圈，最关键的是呢，她体重还下降了1斤多。据她自己所说啊，体重虽然减的不多，但是自己的腰部看起来啊明显是小了1大圈，感觉全身上下都特别的轻松。所以呢，她让我啊赶紧再出一些经络减肥的一些动作教学。好了，今天呢咱们话也不多说，我把这个经络减肥的动作教学啊进行了一个增加，那么大家跟着去练，也一定能让你的体重啊蹭蹭往下掉。对于体重基数大的朋友们来说，一天瘦上1斤也不是什么困难事。好了，我们直接看一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动作开始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结实，以及非常的耐用，居家备上2把啊，既能减肥又能强身健体、通经络，非常的实用。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啊，叫做绕腹击打啊。这个动作啊是专门去瘦咱们的小腹的啊。通过我们的绕腹啊，去激活我们整个腹内的一个肌肉，同时啊，加强我们内部5脏的运化，还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啊打通我们往下面走的一个气血通道。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啊？你看1、2，大家可以看3、4、5、6啊，它是做一个迎合。什么叫迎合呢？你看这个胯部啊转过来，拍子一打上去，2、3、4啊。我们做的时候切记一点啊，身子啊千万不能僵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拍子的运动啊，很多朋友看出来啊是什么？靠惯性啊，看1、2、3、4啊，是靠惯性去击打，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啊，很僵硬的去做啊，完全是靠手臂的整个力量去带动，这样的话呢就不好了。我们需要做这个动作啊，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胯部的扭转，带动我们的上半身一个旋转，你看打上去。完全是靠我们的惯性啊去拍打，通我们的一个这个通道，打通我们的一个带脉啊，非常的好。不仅啊去把我们的胯部去灵活了，同时呢开我们的整个脊柱，还能够啊去通过我们的手臂拍打去灵活我们的肩关节。所以这个动作它更有效的针对于我们腹部的减脂，促进我们下肢的一个气血循环啊。大家每天把这个动作去练上一个200下左右啊，做完以后一定要感觉里面有深层的发酸的感觉，而且这个酸是非常舒服的酸，大家去练一下试试看。第二个动作呢是去拍打我们的大腿后侧啊，在这里呢很多朋友会疏忽，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体型肥胖的人你去摸他这个大腿后侧，他这个脂肪堆积的是那种泡泡的脂肪，而且它有一个小窝一个小窝的，你把这个脂肪就是用劲一捏，你会发现有一个小窝有一个小窝。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人很多都是长期久坐，而且呢就一坐上半天，这里呢长期被压着它气血不通畅，脂肪代谢不掉，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些堆积。所以呢，我们大腿后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得把它给拍通。这个拍通不是用手这样去拍这样去拍你也难受，你也够不着。怎么去做呢？你看半蹲身子半蹲，你看拍子往后举，看起来1、2、3、4、5、6它是做了一个迎合很多朋友会看我们做经络拍都会讲迎合，为什么要迎合呢？腿往后你看一蹬的时候，这个手往前，自然就拍上去了。你不用刻意的去拍，你只要把手动作做出来，它就打上去了我们再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看1、2、3、4、5、6。至于你拍打在哪里呢？我们通过手腕的调节，比如说我这个手腕往下斜一点，那我拍打的地方可能是我的腘窝，对吧？你看手腕往下斜，那打在腘窝上我手柄往下拉一点我可能打在小腿上，看是不是打在小腿上
啊，我这个手腕只要往上这么带一点点，你看打在哪里呢？我再拿短一点，你看这个间距也是有讲究的，拿短一点，我一打，打在我们的臀部，啊，所以呢，这个手怎么去拿啊？打哪里？你最好呢就是从下到上自己调节角度，你自己多练练你就知道了。那哪里要去打，哪里打得舒服啊，你自己会有感觉。我们这个动作啊，去做一个30下为一组，每天你去练上一个3组啊，就是专门去击打我们大腿后侧啊，这样去做，这样去做呢，可以很好的，你看。练我们的腿部也能够算是一种运动啊，提升我们的一个代谢。最主要的是把我们大腿后侧的这个经络给打通，自然而然腿部也会瘦下来，然后你的这个臀线也会出来。那么如果说前面讲的第一个动作主要是瘦我们小腹，第二个动作主要是瘦我们大腿后侧。第3个动作呢，就是一个真正的锻炼全身、瘦全身，并且加快全身的气血循环的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个动作也非常简单，叫做空中画圆通肝胆啊。首先我们讲一下动作的一个摆放姿势啊，腿打开啊，打开以后，你看一个手是把拍子放在我们小腿的中段，另一个手呢把拍子放在我们大腿的中段啊，形成这个姿势。你拍打下来也是在这个位置啊，大家注意看一下。好，我们把拍子放好，你看腿分开，分大一点，看身子往一侧歪，然后把这个手举起来到另一侧，1拍下来，2、3、4、5、6。手在空中画的时候，它就能很好的拉伸我们的整个背部啊，然后呢再拍打在我们的腿上，通过腿部的一个力量的承压，然后再把它起身，这么一个过程呢，就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腿部啊，加快我们整个气血循环。同时呢，在进行身体两侧摆动的时候啊，它又加强了我们腰部肌肉的一个锻炼，去瘦我们的一个小腹，瘦我们的肚子。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去做上一个左右各20下为一组，一天做上一个3到4组就可以了。那么以上3个动作做完，大概需要花费5到10分钟的时间。换而言之，每天花上5到10分钟，就能让你的代谢能力提高。包括我们的体脂率下降减少身上的一些赘肉，所以呢，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经络拍我不建议大家去简单的选择一把，因为一把呢它简简单单的只能做一个被动的敲打，它无法编排动作。那么2把经络拍呢，它是可以编排成整套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练。包括呢，如果说你减肥上面有任何的突破或者有任何的疑虑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找我，或者私信里面问我。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那以后呢，就点开以后每天点开，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去练。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那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小腹肥胖的人群非常多，很多人对自己肚子上面这层赘肉是相当的不满意，而且呢，一般来说，小腹肥胖的人还会伴随什么呢？腰往往不太好因为肚子大嘛，这个腰就会往前挺，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腰肌劳损腰部僵硬甚至腰椎间盘突出。我们讲小腹的赘肉怎么来的我给大家这个演示一下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气血比较好的代谢状态是人处于一个直立的状态，或者我们在运动状态我们在进行一个走路。那么如果说你长期久坐的话大家看，我们如果坐在这坐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气血流到我们肚子这儿就会打一个弯再下去，这就导致了经常久坐的人小腹更加容易发胖。为什么呢？因为脂肪你没有办法很好的代谢掉，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往下走的时候就会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所以呢，往往小腹发胖的人他这个下肢还容易寒凉有的人还会发麻，这就是为什么小腹会肥胖。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小腹肥胖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增加我们气血的一个流动增加我们局部的一个代谢。具体怎么做呢？我教大家2个动作，这2个动作你每天练一练，不仅仅是能让我们的腰变得更好，小腹一天比一天瘦，更能让我们的气血得到一个充足的一个循环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动作就是这个箭步蹲的拉伸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腹股沟当中的筋啊、经络啊，都能得到充分的拉伸。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腹股沟里面啊，还有一个肌肉啊，它叫髂腰肌。这个髂腰肌啊，它最怕啊我们久坐，所以很多久坐的人啊，你去摸这个腹股沟啊，你就坐在这儿，你去摸我们这儿，他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疙瘩。哎，咱们就做这个剑木蹲啊，就能把这个疙瘩给拉开来啊。疙瘩一拉开来，你的气血啊就通畅了啊。咱们就去拉啊，每边呢咱们去做一个啊5到10下，就这样。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感觉腹股沟里面有充分的啊这种被拉长的感觉啊，绷紧的感觉啊，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个腹股沟啊，就像我一样，非常的简单啊。这个动作啊，每天做一个200下到300下就可以了啊，正常去敲啊。做的时候啊，这个小腹啊一定要往里面收紧啊，千万不要肚子往前挺着啊，做一个这样的姿势去敲就不行了啊，肚子收紧啊，咱们去敲啊。每天200下做完以后啊，你这个腿部啊是非常轻松的，而且很多人做完这个一套动作以后啊，他就感觉这个气血啊都往下走，整个这个腿部啊是会发热啊，是感觉是非常舒服的。那么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感觉你小腹肥胖，你就把这2个动作做一做，小腹一天比一天瘦，而且呢，对于咱们的腰啊，对于咱们的气血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50岁的阿姨减肥失败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她1个月瘦了16斤。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把运动和经络啊结合在一起。运动咱们都知道，跑跑跳跳都属于运动。那么经络怎么理解呢？我们说瘦身经络上面啊有3大关，就是我们人体啊最容易、最长时间保持弯折的地方，就是最容易堵的地方。我给大家来举个例。首先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脖子后面啊有一块啊突出的赘肉啊。我们称之为富贵包，为什么？因为经常低头，经常低头的人，这里啊只要堵着啊，大椎这里啊只要堵着，就容易啊有赘肉堆积，对不对？那么以此类推，还有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腋下，你看，当我们手啊完全抬起来的时候，这里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手啊自然下沉的时候，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弯折的一个样子啊，那这里呢也是非常容易堵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白白肉，还有哪里呢？我们的小肚子上面的一个赘肉。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久坐的人啊，经常久坐，那这里呢就被打了一个弯，折起来了啊，所以小肚子也容易堆积赘肉。还有哪里呢？就是我们大腿的腘窝啊，一坐腿膝盖只要一弯，那么你会发现啊，不仅是小腿啊容易粗大，大腿也容易粗大。所以我们讲啊，瘦身只要把运动和经络结合在一起了，你会发现啊，减肥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今天我就把这个阿姨的动作啊教给大家，大家只要跟着这个视频练，也能轻松的啊去把身上的赘肉啊，以前难减的地方轻松减掉。好了，我们接下来往下看。那么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结实，非常耐用，自己在家也能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啊，叫做大步流星化湿气，是可以帮助我们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提高我们的代谢，并且呢打通我们下面的这一大关啊。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手啊要迈起来，腿也要迈起来啊。在我们手啊，就是和腿啊去做一个什么迎击？你看腿往后，手往前，这么一迎击，拍打在哪呢？拍打在我们腿部后面的一个腘窝处。我给大家来具体的演示一下啊。首先我们做慢一点啊，你看，1、2、3、4、5、6、7啊，做的非常慢。但是如果我们做快一点的话，节奏就是这样的啊。你看，1、2、3、4、5、6、7、8、9、10、11、12、13、14，非常的简单，但是它所带来的效果啊是非常的好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啊去推荐是做30下为一组，每天啊你去做3组，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做完一组以后啊，这个身体上面的汗啊就哗啦哗啦的往下流，而且很多朋友做完了以后啊，这个身体上面明显有一种上面的气血往下冲的感觉啊，就是打通了那种感觉。那么说完第一个动作，咱们再说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也是很多人反馈最好的，最能去瘦我们腹部赘肉的一个动作，叫做转腰鼓。这个动作我做一遍，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了啊。首先它是什么呢？去击打，通过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转动，去击打我们的一个带脉。你看，它的原理啊和那个我们玩的那个呼啦圈啊有点类似。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击打带脉，促进了我们整个一个经络的一个通畅。
同时呢，在击打的时候啊，还能够有效的去灵活我们的腿部啊、腰部，我们就这样去做啊，就能够很好的、快速的提高我们整个腹部的一个气血循环，达到一个专门去减去腹部赘肉的这样的帮助。那么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做个慢动作演示一下，腿微微分开啊，然后呢，去用我们的胯部去进行一个转动，手呢随着我们的胯部转动啊，进行一个摆动。啊，所有的力量啊都是从腰部起来，所以它是一个锻炼腰部的一个运动。然后在我们腰部转胯的时候，你看拍子往回击，这是什么呢？胯部一个迎击，自然的打上来、贴上来，再来进行一个扭动，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既活动了我们的腰胯，又活动了我们的肩周。每天去做一个100下到200下就可以了。第3个动作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对比于前2个动作也是更为简单的啊。我们只要什么呢？转动身体，然后去拍打在，一个是拍打在我们的腋下，一个拍子呢拍打在我们大椎下方，也就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1拍2下，2、3，非常好的一个放松动作。它拍的是我们上部的一个关啊，就是瘦身大关。所以呢，像很多肩颈不好的，包括我们这个腋下有赘肉的，你就这样去拍拍，啊，去转动。配合呼吸，吐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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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啊，给大家看一下，看，1、2、3、4啊。这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啊，一般去做一个30个为一组就可以了。然后呢，放在最后去做，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呼吸，放松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每天去做个2组就够了。那么以上3个动作啊，就是可以很好的通过我们的运动经络减肥法，快速的让我们的身体的经络大关啊给打通，打通身体的3大这个瘦身大关，就能够很好的快速的让我们的身体啊变瘦。好的，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啊随时打开随时看。那没点赞的朋友啊，长按视频下方的赞，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肚子大穿衣服不好看，想要去减肥，结果发现啊哪里啊都是容易瘦的，就是肚子上面挂着一坨肉啊，始终瘦不下来。咱们说啊，肚子上的赘肉啊和我们的代谢不好啊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久坐的人群啊，他经常这样压着啊，局部代谢啊特别的差，肚子啊就会越来越大。同时呢，肚子上面的脂肪啊分为2种，第一种啊是皮下脂肪，第2种啊是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呢，它最多啊就是咱们难看一些，穿衣服啊显得不好看。而内脏脂肪啊，它会影响到我们5脏6腑的一个运化。最出名的就是脂肪肝啊，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也有。那么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一个肚子大？最好从内部的脂肪开始着手呢。今天啊，教大家一个动作啊，不仅啊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皮下脂肪啊慢慢的消化掉，同时加快我们局部的一个代谢，让内脏脂肪啊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流走。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跟我做完以后感觉腹部酸胀有用，那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教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简单，咱们先做好。把腿啊分开支撑起来，然后上半身啊咱们要挺直啊，然后把我们的手你看这样环抱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我们去做一个什么呢？用我们的身体啊去画一个8字啊，这个8字呢就是一个横着的8啊，也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标志啊。咱们就这样看，1往下挺身，你看绕啊挺身，这样去绕一个8字。配合着我们的一个呼吸啊，你看，来吸气，挺胸吸气，然后绕的时候吐气，一口气吐完，再在这个点吸气，绕的时候吐气，啊，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啊一定要想到咱们的这个动作，你看，先从我们的肩开始往下压，啊，画过来，挺胸，再绕过去，啊，挺胸。啊，再绕过来，我们可以把双手啊放开，拿手指啊放在我们的腹部，按照刚刚的轨迹啊，咱们去绕一下。你要如果说做的时候啊，能明显的感觉到啊，我们的腹部啊，它有一个持续的发力，就是变硬又变软，变硬又变软。你能感觉到手下的这个肌肉啊，是在做一个啊这个扭动啊，它在做一个做功。
啊，你这个动作啊做的就到位了。同时呢，我们感觉腹部肌肉已经在配合我们的运动的时候，我们把手啊就这样啊，让它更好的能够得到一个刺激。做的时候一定不要快，缓慢的跟着我的速度啊，把这个动作啊做起来，就这样绕，挺身，好，拉过来，你看，挺身，拉过来。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咱们可以不用配合呼吸啊，为什么呢？刚开始啊，你配合呼吸啊，你的气息啊容易乱，所以我们刚开始啊就自然呼吸。等到后面，哎，你感觉这个模式啊，你的身体已经有了肌肉记忆以后，已经把它记住了，我们再配合呼吸啊，你看挺胸，吸气，一口气，然后吐啊吐，把这个八字啊给它绕完，绕完以后气也吐完了，第二口吸气，再来啊，如此反复。一般来说，我们画完一个八字以后啊，我们算一次，每天去画上一个18到30次。你做完以后，腹部要有一种从内而外的一种火热的感觉啊，小腹要发酸发紧啊，整个腹部啊都要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说啊就做到位了。很多朋友啊做这个动作，不仅啊是感觉腹部有这样的感觉，同时呢，因为我们来回的这样的扭动，它的腰部啊它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是更好的。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内容啊给它收藏下来，同时啊分享给身边啊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感觉你跟着我做完有用的，是在视频下方打上2个字有用啊，同时给视频下方点个赞，长按3秒给我一个霸气的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那有一类人呢，肚子大，胃也大啊，我们俗称呢就叫做啤酒肚，或者叫做将军肚。这种肚子啊，常见于男性，也多见于爱喝酒的人。那么这类人去医院体检，可能体完检以后啊，出来的报告就是脂肪肝啊，看了以后，哎，拍拍脑门，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对吧？那其实说白了，中医上面怎么去解释呢？就是他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较弱啊，身体里面痰湿之气过重了。所以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一个手法，既可以去帮助他们减少这个大肚子，同时又可以改善脂肪肝，最后还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脾胃运化的能力，这个排除这个体内的湿气。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首先咱们站直，站直了以后咱们拿我们的这个指尖去从我们的这个膻中穴这个位置往下去滑往下去滑。这滑的是哪里呢？这个位置滑的就是咱们的一个任脉，还有一个胃经的位置范围比较广，所以咱们就这样去做。做的时候有一个要诀，这个要诀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往下滑的时候，这个手要往里面发力不是只滑到我们的皮肤，而是要有一个渗透进去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去做速度不用很快一定要慢慢的去把它理，去感觉把这根气给理下去。在滑的时候我们一般正常是做200下。那滑完以后可能有的人他会出现这个放屁、排气，或者肚子里面有一些咕噜咕噜响，都是正常的然后呢，我们中间做完了以后咱们是从两边就是顺着咱们的乳头往下延伸这个位置去滑这个滑法它可以有效的去疏通咱们的任脉我们的胃经、我们的这个脾经这3条经络都能得到很好的疏通。特别是咱们这个肚子特别大的人去进行这些这个往下滑的时候它能很好的去改善咱们腹部的这个代谢帮助我们降低腹部的这个脂肪提高代谢，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理气疏通经络，排除体内的湿寒之气。这个方法其实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我也给大家推荐。没事的时候咱们就可以饭后半个小时以后就这样做一做从上往下200下中间做完200下，两边做完200下一共400下左右。如果你感觉效果不够的话，你也可以加，中间做300下，两边做300下，一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大伟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都能受益。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膝盖有问题的人非常的多，很多朋友向我反映，就是说年纪上来了以后这个腿上下楼的时候总感觉没有力气，或者说这个膝盖总是疼痛非常的难受。
那针对这种反馈啊，大伟告诉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啊咱们这个腿部无力啊、上下楼、膝盖疼痛或者膝盖不舒服这样的症状。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自己在家啊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按摩到了。那接着呢，大家跟大伟一起来做一做，看看效果啊怎么样。那么首先啊，我们要拿小臂的尺侧，也就是我手指的这一侧啊，去下压住我们大腿的腿根处啊，看好，我压下去。压下去以后，千万不要急着往下压，我们要干嘛呢？把这个手来回的这样看波动起来。为什么呢？你一波动你会发现腿下就有一根筋我们要把筋去拨到旁边两侧波动开来，波动开来。你看我的身体要往下压，这个手呢起的是一个下压的一个原理传输我们的力量。看一压只要我们的身体往前一倾斜力量就全部下沉下去了。下沉下去就意味着我们的力量渗透到我们更深层的肌肉当中。好，我们去压住。压住以后怎么做呢？看好手往前推，注意看我侧面看手往前推轻轻的往前推，下压的力保持不动就跟着大伟这样去做。好，压完以后再往前压一点继续手往前推。那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个动作，做起来是又酸又胀又疼，怎么办呢？我们就压得轻一点好，先压下去，然后来看我的姿势往前推往前推轻轻的往前推。我们大腿的长度你看每一个点都可以去下压我们一定要找到那种最酸疼的点我们就压住往前推，往前赶反复赶。你看这个赶呢都是靠我的这个手这个手在推身体的重量和这个手往前引导。这只手臂呢其实也是一个辅助，大家多做几次就能找到这种感觉了好，再来压下去往前。大家可以看视频的时候跟着大伟一起做，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从上到下只需要去做一个5次就够了不要做多，从上到下就做个5次压下去的时候推呢，你可以推数一个3下到5下都可以就这样。好，推完了以后咱们可以把腿轻轻的拍一拍，放松一下，轻轻拍一拍，放松一下只要放松就行了。然后我们站起来活动一下腿，看一下感觉，你会感觉这个腿会非常的轻松，而且走路非常的轻盈。好，这个方法我们可以1周做个4次左腿和右腿都要做，2只腿都要做。做完以后呢，经常做，它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咱们这个膝盖上面的问题。如果膝盖上面已经有问题膝盖有疼痛或者腿无力，那么你去做呢，也可以很好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且呢对我的频道点赞、评论、关注关注我的频道，每天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很多人身上的湿气都非常重，那么湿气重有哪些表现呢？首先第一个，它会影响到咱们的脾胃脾胃不太好，上厕所不成形。第二个呢，会让我们的身材走形，更多的会常见于比如说身材发胖这个肥胖还是非常白腻的肥胖最后呢会影响咱们的精神状态每天就算你睡再多的觉，也是感觉睡不够，或者身上总是感觉很疲乏、很疲惫。这个都是湿气过重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困扰。那么怎么样去排湿呢？其实今天教大家2个位置这2个位置就是我们身上2个排湿口，经常去做就可以很好的排除身体上的湿气。那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就是位于咱们腋下的极泉穴极泉穴怎么去刺激呢？我们这个4指形成一个指刀然后呢去看垂直的刺入我们的一个这个腋下刺入我们的腋下这样，然后接着怎么做呢？接着我们要把手放下来，放下来以后我给大家演示我就不把手放下来了，手要在里面来回上下的去拨弹，这样呢就可以很深入的刺激到咱们的极泉穴。我们来试一下会很疼点进去，好。上下的波动大家看我手在里面上下的波动。如果你是非常疼痛的，那你一定要下手轻一点下手轻一点。而且这个
穴位刺激完以后啊，一般要隔个2到3天再去刺激啊，不能经常去做，不能天天做，一次刺激到位就够了啊。我们点进去上下的波动啊，上下波动，一般来说我们波动个20下到30下就够了。好，再来下一边，也是手指啊这个保持住，然后垂直的刺入进去啊，垂直刺入进去，然后进行上下的波动啊。你看我手要放下来的话就是这样，上下的波动啊，非常的疼啊，非常的疼。如果疼就对了，但是一定要控制住这个疼痛，千万不要过痛了。过痛的话啊，这个地方就会后面呢，你摸起来就会疼疼的，一般2到3天才会好啊。这个都不碍事，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大家请放心。第二个位置是哪里呢？第二个位置啊，就是咱们的腹股沟啊。腹股沟这里呢，也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排湿口，也是一个气血循环的一个总开关。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啊，大伟多次给大家讲过。那首先呢，这个地方行进的一些经络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手在腹股沟进行刺激的时候啊，可以刺激到咱们的胃经、脾经还有肝经。所以说做起来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啊沿着腹股沟进行来回的拨弹，你看就这样搓揉啊，这一条线啊，给大家顺着这个腹股沟这条线去搓揉，那么我们的肝经、脾经还有胃经啊，就得到了刺激，同时呢，也可以把这里的经络啊，还有包括我们气血的开关啊，都给疏通开来啊，非常的好。没事啊，可以做一做这个位置啊，建议1周可以做一个4次左右啊，也不要做太多啊。我们做下去啊，一定要有酸胀感啊，就这样上下的去拨就可以了啊，一次拨个50下。好，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去拨啊。一定要按下去，一定要按下去啊，按下去去波动啊，顺着这个腹股沟去拨就行了。其实讲白了就是大腿根嘛，就是给大家去拨啊，拨个50下。好，这2个位置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2个位置啊，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湿气。好，那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每天啊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过肥的人啊，都会有一个心得，就是四肢是最容易瘦的，而我们的小腹啊是最难受的。那从我的方向来说呢，我看过很多减过肥的人，包括一些原来的一些易瘦体质，你会发现啊，小腹不仅难受，而且呢易长。很多人啊原来是瘦条条的，一到中年以后，慢慢的这个小腹上面就会堆积赘肉，哪里都瘦，就小腹胖。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小腹来说2点。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小腹是最容易堆积赘肉的，以及怎么样解决，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专门的去针对我们的小腹去瘦腹，达到一个定向精准打击的效果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咱们先说原理，小腹为什么最容易变胖？那首先就要说到我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了。我们会发现小腹容易变胖的人和久坐是离不开干系啊。只要你坐着，你会发现那我们的气血从上流到下最容易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腹部。为什么？因为唯一的一个穿行通道就是我们的这里我们的腹股沟这里下面连通着2个气血大户就因为一坐嘛，它就被压着，一压着整个腹部的这个气血不通，它就容易让我们的小腹堆积赘肉。而且你会发现堆积赘肉都是从下往上走的不是说有的人上面大，慢慢再往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到重力的影响。我们要知道，脂肪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流通性，就是说脂肪它会在细胞里面慢慢的往下沉，也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赘肉会慢慢的受到一些重力的影响，堆积在下方。而堆积在下方以后，又恰好的压住了我们的气血的一个大门，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不好一个恶性循环，越压气血越不通，越不通呢，堆积的脂肪就越多，久而久之这个小腹就慢慢的出来了。那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个姿势，让我们的气血达到一个通畅的效果，往往这样呢就能抵消到我们日常当中久坐而来气血不通、堆积脂肪的一个表现。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把这个动作练好了，再配合每天适当的运动，就能够达到快速的让你小腹减少赘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动作可以激活我们深层的腹部肌肉，也能够有着帮我们缩减腰围的帮助。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来揭秘一下，看看这个动作究竟怎么去做。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首先讲一下手势。手是合并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掌面对着自己
啊，手掌面对着自己，然后往上去伸啊，伸上去以后啊，尽量保持啊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手肘伸直，并且尽可能的往我们的耳朵上贴近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面是摸着啊，我们背靠墙，手面是尽可能的去往墙上靠拢，但是你不一定能靠得上，但是我们尽量去往上靠。这两点把它做好了以后，就是把我们的整个上面的气啊往上拔啊，然后呢，我们下腿啊并拢，然后整个身体靠在墙上。我们把这个动作只要一做，你就会发现你的腹部立马就被收紧了。然后呢，在这个姿势之下，它的整个气血循环的一个运行啊，会比你原来啊正常站姿啊要快很多倍，而且立马能感觉到这个小腹啊变收紧的感觉。不信的话，你单手啊先做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摸一下你的这一侧的腰腹部啊是被拉紧的啊，同时这个小腹啊不由自主的开始往内收。然后我们把另一只手也放上去，好，就这样去站，你去站直一个，大概在5秒到15秒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背会酸，手上啊会有微微发热的感觉，小腹被绷得紧紧的。我们正常保持一个20秒，然后踮脚5下，大家注意看。保持20秒以后，开始把脚往上跌，配合吐气，手往上伸啊！大家注意看啊，来。手往上伸，来2，来3，手伸的时候小腹也要收紧，3、4，好，最后一个5，好，这5下做完，加上之前的20秒，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哎，整个人腰背笔直，而且小腹你到时候就可以去量一下，做完以后腹部会被你刺激的紧紧的向内收。很多朋友啊，小腹没有力量，长期久坐啊，肚子容易堆积赘肉，你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每天你去做一个3到4次啊，坚持去做，慢慢的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讲的话，难度也会逐渐降低，再配合适当的一定的运动，就能够让你的小腹啊变得越来越瘦啊，一天比一天平坦。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我认为呢，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居家啊练习我们的形体啊，练习我们的整个状态、瘦小腹的一个好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我是大伟，每天给你分享一个非常有用、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